西出阳关，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。在这里，只需一瞥，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。金色的大漠，苍茫的戈壁，遥远的雪山，绿色的草场，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、瑰丽、悠远和神秘。最低、最干、最热、最长的日照，最强的风，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。看不见的时间，消逝的历史，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，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、重现、复活。让我们从哈密、吐鲁番出发，看见时间，触碰历史，一眼万年。天山，以天为名。数千年前，最早的游牧部落面对这片直达云端的存在，就将巍峨磅礴的天山称为神山。神山孕育了博格达峰、托木尔峰、汉腾格里峰等数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，塑造了天山南北高差悬殊、岭谷纵横、山脉与盆地相间的模样。作为世界上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，天山山脉2500多公里长的巨大身躯，横跨中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4个国家。哈密，天山传奇的开篇之地。在这个以时光为主题的故事中，它既是结束，也是开端。和天山的其他段落的险峻相比，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以和缓见长。平滑的山脊线下，野生的马鹿开始接受人类驯养。驯化植物、驯养动物，是文明的起点。
东天山脚下，面积超过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哈盆地，为文明发育、历史演进提供了广阔舞台。土哈盆地由哈密、吐鲁番2个行政区构成。东端的哈密是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，也是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的第一站。从哈密向西，则是吐鲁番，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枢纽。特殊的地理位置，让土哈盆地的历史与中原密切相关。天山庙达坂，海拔2700米，西域水道记所记载的天山顶达坂。公元1875年，左宗棠收复新疆，为确保进军道路畅通，特命清军14营进驻哈密，整修天山庙达坂。俯瞰新疆大好河山的天山庙，代表中央政府收复故土的意志和决心。天山庙达坂自汉代起就是中央王朝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。为了彰显这种历史渊源，后人在这里树立起西域都护班超的塑像。公元630年，唐朝在哈密设立第一个军政机构——伊州。天山庙达坂下，北庭都护府所辖伊吾军在巴里坤草原建起大和唐城。清代，汉唐遗风再次在草原吹起，巴里坤故城见证历史进程。古城最早是清初戍边将士的军营。清末，左宗棠节制新疆军务时，这里也被当作前进基地、后勤中心。硝烟散尽，铸剑为犁。来自湖湘、山陕、中原、东南沿海的士兵、商贾、手艺人，将商业和手工业带入新疆，他乡由此变成故土。对自然来说，汉唐到清末，人类数千年的沧桑，犹如白驹过隙。自然就像一个冷静的指挥，将各种地理元素调配完成后，静待历史登场。离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约60公里，鸣沙山地处巴里坤草原。广袤的沙漠是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。
在丝绸之路繁荣的千年岁月里，鸣沙山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。远山、沙漠、草场、湖泊，这些新疆的标志性景观，被浓缩在鸣沙山周边方圆100公里之内。在这里，不用远行，只需远眺，就能将新疆的奇幻尽收眼底。托勒库勒湖，距鸣沙山大约50公里。因为湖水会随天气变换色彩，所以也叫幻彩湖。色彩变换实际上是由微生物造成，因为含盐量极高，湖水中的杜氏藻会产生血红素，湖水也由此从碧蓝转为粉红。巴里坤湖，巴里坤草原上另一处著名的盐湖。因为水面广阔，历史上它也被称为蒲类海。作为游牧、农耕2种文明频繁互动的区域，巴里坤湖附近不仅发现过东汉远击匈奴的人上济功碑，也发现过唐胶河道行军副总管江行本在巴里坤松树塘附近囤积粮草、置办战马的江行本济功碑。历史化作牧笛，穿越千年，回荡在巴里坤湖畔的夏季牧场上。巴里坤草原，新疆第2大草原，作为新疆游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一些学者甚至认为，敕勒歌描绘的就是这里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。乐声悠悠，巴里坤草原见证无数马背民族往来的身影。夏季转场后，哈萨克族牧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毡房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架杆撑起的小小的穹顶，衬托旷野的广阔，天空的遥远。沐天席地的生活，让哈萨克族妇女必须学会用最简单的材料创造美感。穹庐中，把生活编织成历史的还有马鞭。古代马鞭分2种。秦以前，中原主要使用以竹竿、金属为材质的硬质马鞭，策。
张骞通西域后，皮革编织的软鞭才在中原文献中大量出现。马鞭是牧民形影不离的伙伴，也是每一个牧人的脸面。游牧的生活有多久，哈萨克族人的马鞭就挥舞了多久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就是哈萨克族传承不绝的文化符号。雕羊，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。它不仅需要高超的骑术，还需要包抄、围堵等团队配合。马背民族经常需要在风雪中寻找走散的羊羔，在旷野上面对凶猛的狼群。借助雕羊，不但能完成技能训练，还能锻炼果敢、机智和勇气。雕羊手，哈萨克族中被尊称为草原雄鹰。每到节日、庆典、重要的人生仪式，草原上就会出现他们疾驰的身影。历史如长河，逝者如斯。无尽的时光中，土哈盆地就像一个特殊的日晷，见证无数的星移斗转。大约1.2亿年前，土哈盆地还是古老的海盆，海盆周边体型巨大的哈密翼龙统治大地。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挤碎了海盆，残存的海象地貌中，仿佛还能听到翼龙灭绝时的哀鸣。200多万年前，天山的隆起塑造了土哈盆地的最终形态。高大山体阻挡水汽，残存的水体蒸发后，这里变成又热又干的盆地。1万年的变迁，被风雕刻在岩石上。8000万年的砂岩，7000万年的泥岩，6000万年的砾岩，在这里堆叠成千层饼，每一层堆叠都记录一个消逝的时代。在这里，看不见的时间变成可以触碰的岩石，置身旷野，一眼万年。时光的永恒，生命的短暂，
激发起古人对不生不灭的追求。这种追求让舍身求法的玄奘来到大海道。沙河中多有恶鬼，热风，遇则皆死。玄奘曾用这样的文字描绘大海道的恐怖。大海道，丝绸之路上从敦煌经哈密前往吐鲁番的古道。古道开通于汉代，唐代之后因丝绸之路改道逐渐荒废。此后，只有时光孤独地守候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雅丹地貌群。雅丹成为地理概念之前，它的意思是具有陡壁的小山包。正午，小山包下，地表温度接近70摄氏度。即便借助现代工具穿越，对人来说也是极端挑战。用速度触碰恐惧，让身体直面死亡，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。超越极限后，天地广阔无限。公元628年正月，一路西行，历经危难，了悟生死的玄奘，穿越大海道，走出无人区。高昌王屈文泰得知高僧东来，遣贵臣屈陀设顿迎候。使臣引导下，戈壁滩上，玄奘面前闪出一座大城。高昌故城，汉代西域屯田最高长官的治所，因地势高敞，人数昌盛而得名。从北魏到唐初，统治这里的4代王朝，均由汉族将领或贵族建立。高昌故城营造时，模仿了长安城的模样。佛塔巍峨，经堂开阔，在这里弘法的玄奘，仿佛置身故乡。
大唐的恢宏，将不同的山川、不同的民族拥入襟怀，自信产生包容，开放缔造博大。所有民族都分享着中华盛世的璀璨和荣光。跨越时空的文化印记也留在高昌城外的沟壑中。吐峪沟千佛洞，距离吐鲁番市大约50公里。公元5世纪前后，由高昌王室开凿。唐代，这里被称为丁古寺。一些学者认为，丁古一词源于吐火罗文，意思就是洞窟。洞窟留存不同文化的印记，不仅能看到吴道子所开创落笔净健、肤彩简淡的盛唐画风，还能看到具有秋瓷石窟风格的艺术形式。从南北朝到元代700多年里，中原的朱砂、地中海的古蓝、产自西亚的黄金，曾经让90多个洞窟金碧辉煌。1981年，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写本残卷，以及玄奘、奉诏翻译的天竺经书。距离吐峪沟不到20公里，另一座国宝级殿堂藏身天山支脉的褶皱中。博兹克里克千佛洞，唐朝设西周时期的宁荣寺。这里不仅保存历史，也见证变迁。千佛洞38窟，数寸厚的泥壁下，隐藏着另一个信仰世界。白壁、白衣，状如火焰的褐色神树，表明这里被用作佛寺之前，曾经是摩尼教的圣殿。宋代，回鹘高昌改宗，摩尼圣殿也被封存在历史中。博兹克里克千佛洞成为王家寺院。为了彰显对佛教的推崇，回鹘高昌王室将自己的面容留在洞窟中。高昌回鹘王子画像，流畅的线条，丰满的面容，带有明显的唐代人物画特点。而公主画像，则能看出东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的画风。不同文化能跨越千年留存，和吐鲁番盆地炎热、干燥、相对隔绝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。走出博兹克里克千佛洞，洞外巨大的红色山体，就是著名的火焰山。
火焰山横亘吐鲁番盆地中央，长度大约100公里。白垩纪形成的页岩、砂岩，因为富含铁元素，所以让山体宛如燃烧的火焰。作为天山支脉，火焰山大约2亿年前开始隆起。6000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，折断已经成型的山体。巨大的断裂，让火焰山主峰的海拔只有800多米。作为中国最热的地方，火焰山地表最高温超过80摄氏度，比降水量高出180多倍的蒸发量，让这里成为中国的旱季。酷热、干燥，让寸草不生的戈壁变成沙漠。库木塔格沙漠位于吐鲁番盆地东缘。古代，丝绸之路上的旅人将包括库木塔格沙漠在内的800里瀚海称为漠河盐气。漠河盐气被一些学者称为西域的入口。作为漠河盐气中离城市最近的沙漠，公元73年，汉使班超在库木塔格的营帐，仅率36勇士巧得鄯善，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雄风。鄯善，见证历史的城市。在这里，沙漠和绿洲无缝连接。距离鄯善大约100公里，就是著名的爱丁湖。爱丁湖，湖面海拔低于海平面154.31米，是中国海拔的最低点。海拔每降低100米，温度大约上升0.6摄氏度。因为低，干燥的下沉气流会在爱丁湖周边形成焚风，热浪席卷湖盆。同样，因为低，盆地周边高大雪峰的融水会渗入干涸的地表，在低洼处涌出地面，形成小溪。爱丁湖水体蒸发后，会在地表形成盐壳，而盐壳下，地下水造就的阴凉，让生命的蛛丝马迹遍布这片炎热、干燥的戈壁。
作为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，向盆底汇聚的水流，让人类可以在吐鲁番创造文明奇迹。坎儿井就是奇迹之一。早在汉代，这种凿井地下、暗渠引水的方法，就已经出现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。吐鲁番多风沙，要想坎儿井不被风沙掩盖，必须在春夏两季不断修缮。因为水源来自冰川，哪怕春季，清澈的渠水也带着刺骨的寒意。早上7点，吐鲁番市高昌区，居住在坎儿井明渠边的村民开始取水煮茶。渠道修建于200年前，在吐鲁番，一条由竖井、暗渠、明渠、涝坝组成的坎儿井，决定着村庄的命运。1000多条坎儿井，在盆地中编织出总长超过5000多公里的庞大水网。鼎盛时，这个水网的供水量相当于今天北京用水量的1/6。有了坎儿井，苦涩的盆地开始变得甜蜜。葡萄，这种甜蜜的果实，原产于西亚和欧洲。汉代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。吐鲁番，中国最早引种葡萄的地区。今天，这里的葡萄产量占中国葡萄产量的1/5。遍布火焰山下的阴房中，葡萄中的糖分开始浓缩。早在南北朝时期，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就作为贡品和商品流入中原。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，吐鲁番的炎热、干燥，让大量的历史遗迹得以保存。交河故城，就像一艘巨舰，停泊在历史的河床中。交河故城，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。西汉时，中央政权在此设立交河壁。唐代，安西都护府出治时府治所在地。交河故城，世界上最大、最古老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，和高昌城一样，也沿袭长安城的街、市、坊的布局。如果置身唐代的交河，你会听到20多种语言，看到10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。交河作为国际都市的盛况，可以从吐鲁番的另一处遗址中得到佐证。阿斯塔纳古墓群曾经是3到8世纪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。作为墓地标志的伏羲女娲造像，源于古墓出土的数十幅绢制随葬品。
唐代，中央政府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，在吐鲁番设立西州。从那时起，以俑随葬的中原丧葬习俗也开始在西周流行。中原的习俗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西域，说明在遥远的年代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牢固地根植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。这首1300多年前的打油诗，创作者是一名12岁的西周学童，名叫卜天寿。书法虽然稚嫩，但是工整的方块字将西域生活永久地留在中华文化体系中。这样的文书总数超过2700件，大部分由汉字写成。作为中国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，汉字记录的西域历史、西域生活，见证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深厚。这组1000多年前的歌舞俑，再现了唐代高昌乐的盛况。唐代10部宫廷乐中，5部来自西域。琵琶起舞换新声，总是关山旧别情。这是唐代王昌龄观看西域乐舞时的感慨。舞姿翩翩，乐声千年。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互动，今天依然能在新疆的歌舞中见到。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因为地域不同，这种集歌、舞、乐于一体的大型音乐套曲艺术形式，在吐鲁番、哈密形成不同的风格。吐鲁番木卡姆表演时，不论是动物模仿还是彼此戏谑，诙谐里带着庄重。哈密由于离中原更近，这里的木卡姆，不论是胡琴等拉弦乐器的比重，还是乐师、舞者花帽、衣襟上的图案，都呈现出浓郁的中原风。葡萄架下，木卡姆在一代又一代的爷爷、孙子之间传递。他们手中拨动的不仅是琴弦，还有无尽的岁月。还不是，我也不能也那么，不能。我不能，有数。时间，塑造自然的力量之一。在诸多自然力中，它强大而隐秘。土哈盆地中，时间的力量从隐秘变得有形。在这里，它将海洋变为山脉，在折断山脉，在大地上刻画出万千沟壑，嶙峋谷地。
沧海桑田，时间借助变化显影。即使在今天，我们仍生活在这种变化中。哈密三道岭，新疆最早的煤矿之一。世界上最后几列仍在运营的蒸汽机车，执着地奔驰在历史中。数百万年前，这里被大片的森林覆盖。天山隆起，森林被埋藏地下。翻天覆地的变化中，森林变成煤炭，驱动工业革命的车轮义无反顾地前行。时间，历史的坐标，阳光，能量的来源。1万年间，这两种自然现象，在新疆东部这个巨大的盆地上，以不同方式聚合、显影、见证和塑造变迁，让人们可以置身历史，一眼万年。